什麼中印邊境線上出現機器人，印度人看見後放聲大笑，覺得中國人在開玩笑。在這些印度士兵眼裡，這幾乎就是現代版的稻草人。可印度軍方看到後估計笑不出來了。為什麼？因為這會讓越來越多的印度人覺得中國的科技正在遠遠甩開印度。大家好，歡迎來到星球熱點，國家大事從不缺席，輿論場中抽絲剝繭，聚焦獨家中國資訊。點讚、訂閱、加小鈴鐺，帶你用不一樣的視角讀懂中國故事。X 用戶 Deepak Channel 的鏡頭裡，黃褐色戈壁與皚皚白雪交界的山梁頂端，一個銀灰色金屬身影突兀地立着，高度足有成年人2倍。最扎眼的是，頂部球形雲台正360度緩緩轉動，陽光下紅外傳感器泛着冷冽的光，拍攝者的喘息聲混着狂風呼嘯，鏡頭反復推拉放大，能清晰看到物體表面的流線型紋路，任憑狂風抽打，始終紋絲不動，活像科幻片裡降臨荒漠的外星探測器。配文裡那句中國機器人哨兵在盯防我們，瞬間點燃了印度網友的情緒。有人連夜批出終結者對峙咖喱兵的梗圖，把機器人腦袋換成施瓦辛格的臉。焦慮的軍迷翻出10幾年前的邊境照片對比，驚呼以前是真人換崗，現在直接上鐵疙瘩了。甚至有自稱前陸軍士兵的網友發帖渲染緊張，他能24小時盯着我們換崗時的腳步聲都能被錄下來。短短一天，拉達克中國機器人的話題在 X 平台閱讀量破1000萬，連 Wogo 的 X 賬戶 Interesting Engineer 網站都跟風轉發，國際媒體也跟着湊起熱鬧。我們先別急着給這個雪原神秘身影下結論，畢竟現在的網絡傳言都得打個問號。截止小編發稿，印度陸軍發言人被追問時只含糊說正在核實，沒敢拍板認賬。中國官方更沒任何回應，畢竟邊境裝備部署本就不會隨便公開。更有意思的是，有較真的技術博主把視頻扔給 AI 工具 Grok 核查，結果直接被潑了冷水，畫面存在局部模糊處理痕迹，地理源數據缺失。路透社、南華早報等權威媒體均未證實。幾位光學專家也出來拆台，列出了更接地氣的解釋，可能是雪地偽裝的熱成像觀測基座，遠看就像立着的機器人，也可能是邊防常見的設備外殼，裹着積雪被光線一照變了輪廓。甚至有老軍迷點撥，這說不定是假目標故意擺着迷惑偵察的，以前咱也用過類似招數。但網友的狂歡不是沒由頭，畢竟中國邊防的科技升級早不是秘密。深圳優必選7月剛官宣交付 Walker S2 人形機器人，那家伙能扛着30公斤裝備在碎石路行走，還能識別複雜地形。12月又傳來消息，這批機器人要在中越邊境展開測試性部署。再往前扒，廣西邊防港去年就砸了2.64億部署同類裝備。內蒙古邊境的8輪巡邏機器人更是成了網紅，鏡頭裡能自己避障爬坡，還能實時回傳高清畫面。網友扒出的這些公開信息擺在一起，難免讓人聯想，中越邊境都用上了，高原版會不會早就安排上了？有自稱軍工愛好者的網友更細緻，根據視頻裡的尺寸和防護紋路推測，這要是真機器人，大概率是針對高原環境定制的。IP65 防護等級跑不了，不然早被狂風和-30度低溫搞壞了。小編猜測，就算視頻裡的不是機器人，這些討論也透着個明白理兒。中國邊防的科技 buff 早從藏着掖着變成了肉眼可見。2018年喀拉昆侖哨所的舊照裡，戰士們裹着臃腫的防寒服，睫毛和鬍子上結着白霜，手指凍得全軀仍死死攥着鋼槍，身後是漏風的鐵皮房，吃飯得用血水加熱壓縮餅乾。而今年年初的報道裡，機器狗背着60公斤彈藥，攀爬45度冰坡，無人機吊着熱食箱，精準落在崗樓門口。戰士們在恆溫20度的營房裡和家人視頻，桌上擺着新鮮的炒菜。有老兵在評論區留言，以前巡邏靠腳量，一天走壞2雙腳鞋，冬天腿上全是凍瘡，現在機器人替咱守着，戰士們能睡個安穩覺，這才是真的國力進步。別覺得機器人站崗是小題大做，這背後藏着的其實是中印邊防差距的冰山一角。當中國已經在琢磨如何用科技替戰士受罪時，印度士兵還在社交媒體上抱怨槍栓凍住得浇熱水才能開火。這種差距從來不是某件裝備的比拼，而是從保障到裝備，從科技到体系的全方位代差。
我們順着這個話題往下扒，中印邊防的差距從吃穿住用到武器裝備，在雪山之巔體現得淋漓盡致。比如生存裝備，在海拔5000米高原，住的暖不暖直接等於戰鬥力強不強。根據美國防務新聞的報道，印度楚馬要塞士兵擠在單層迷你帳篷裡，懸崖邊營地支着幾十個帆布棚。中國港巴哨所卻是航空級气凝膠堡壘，12厘米厚夾心牆隔絕零下40度嚴寒，屋裡穿短袖喝茶都不冷。這可不是誰更抗凍的體制比拼，是後勤體系的降維打擊。中國哨所屋頂有太陽能板，地下埋着溫差發電機，暴風雪封山20天也能供電供暖。而根據印度審計署2023年的報告，印度75%供暖設備報廢，士兵靠柴油爐取暖，還出過一氧化碳中毒事故。曾有印度士兵發推特訴苦，半夜裹4床被子還哆嗦，早晨洗臉水倒出來就結冰。飲食上的差距更明顯，中國冷鏈車3天送1次鮮蔬，哨所裡有加鴨蒸香蒸饅頭，印度士兵天天啃壓縮餅乾，喝雪水煮紅茶。美媒統計過扎心數據，解放軍高原士兵體能達標率98%，印度凍傷率高達40%。軍事專家王雲飛說的實在，現代邊境對峙比的不是刺刀亮不亮，是極端環境裡能不能活下去。為什麼印度不蓋保溫房？不是缺錢，一艘航母的錢能修7000座，關鍵是基建跟不上。中國用模塊化構建，直升機3趟運完材料，1周搭起營房。印度運根鋼筋要翻3座雪山。2017年洞朗對峙時空運的保暖帳篷每頂13萬美金，還被暴雪埋了。中科院研發的高原泡沫水泥更絕，拿雪水拌料就能凝結凍成保溫牆，這哪是蓋房子，是工業實力的現場秀。我們再看單兵裝備的代差，西部戰區披露，西藏軍區以全面列裝20式槍族專為高原設計的輕量化加智能化拉滿優勢。QBZ191步槍才3公斤出頭，比老款輕近1公斤。模塊化設計能快速加裝配件，野外拆修不用工具，配套的1.2公斤戰術頭盔集成紅外熱成像儀，夜間800米外移動目標清晰可見，戰術平板零下30度，能連續工作12小時，自動計算彈道修正參數，新手也能精準射擊。防寒服用的是天宮空間站同款材料，保暖性是傳統軍裝2倍，暴風雪巡邏也乾爽。而印度士兵的標配英薩斯步槍被罵了10幾年，沒有全自動模式，打幾發就卡殼，高原低溫下故障更高。重機槍更離譜，印度 M2HB 重達58公斤，得幾個人抬着走。中國 QGZ171 重機槍才19公斤，單兵就能扛着跑。12.7毫米穿甲彈能打穿輕型裝甲車。這麼說吧，中國士兵背3公斤步槍，戴手套也能操作智能終端。印度士兵扛5公斤英薩斯，還得隨身帶機油，給槍栓上油防卡殼。如果說輕武器是點的差距，重裝備就是面的碾壓。中國兵器裝備集團的機器狼群在高原實戰化演練，把科幻變現實。偵察狼用激光雷達掃情報，5公里外鎖定目標；打擊狼掛着191步槍，倒掛式設計，顛簸中射擊精度仍85%。保障狼背60公斤彈藥，爬45度陡坡比人還穩。Trio 組合7×24小時無休作戰。單套頂一個步兵班戰力，更關鍵的是協同作戰，通過數據鏈和無人機、無人戰車聯動，形成空地一體防控網。而印度重裝備就明顯有點力不從心了，號稱自研的佐拉瓦輕型坦克至今沒量產，現役 T90 坦克高原動力不足，爬坡都費勁。有人可能會問，印度不能買嗎？還真不行，軍事裝備差距從來不是買幾台先進武器能補的，是工業體系、基建和科技實力的綜合較量。中國能造150式輕型坦克，是因為有完整裝甲工業鏈，從鋼材到火控全自研，能搞機器狼群，是有優必選這樣的企業研發人形機器人，有中科院材料科學兜底。印度呢，阿瓊坦克研發幾十年，重量超標還不穩定，連高原都上不去，無人機靠进口，零件壞了等國外發貨，基建更是命門。中國在喀拉昆侖修了5條全天候公路 ，G695 國道能讓坦克直接開到哨所。印度號稱修44條戰略公路，30年只完工5條。電力保障也直觀，中國高原7座光伏電站。
兵營通電率100%，印度30%營地靠柴油發電機，柴油短缺就得摸黑挨凍。我們回到開頭的機器人哨兵爭議，真假其實沒那麼重要，重要的是折射的現實。當中國邊防討論機器人如何替戰士受罪時，印度還在為帳篷暖不暖發愁。雪山之巔的裝備差距，本質是發展路徑的差距。中國靠完整工業體系托底，把科技變成戰士護身鎧甲；印度靠進口拼湊裝備，連讓士兵不受凍都沒解決。最後，小編說句心裡話，裝備硬核從來不是為了碾壓誰，而是為了少流血。幾年前，喀拉昆侖的英雄們在零下几十度雪地用身體築防線，現在用機器人站崗，保溫防御寒，智能槍族作戰，不是炫耀肌肉，只是不想再讓我們的戰士凍得手指僵硬，還攥着鋼槍。好了，今天的內容到這裡就結束了。如果你喜歡小編的影片，還請大家多多點讚轉發，讓更多的人一起見證中國進步。關注我的頻道，這樣既能回顧往期視頻，又不會錯過之後的精彩內容。那我們下期節目不見不散。